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双腿截肢后，我被3个儿子扔在乡下，活生生冻死。都说养儿防老，我有3个儿子，到头来一个也靠不上。他双腿瘫痪，从来不出门。早上我从他家门口路过，闻到臭味才发现不对劲儿。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都会有人定期上门回访的，怎么会尸体臭了才被发现？他不是孤寡老人，有3个儿子1个女儿，但是我也联系不上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快通知他家人吧。大哥，你是长子，你去给妈收尸。凭什么我给妈收尸？妈的腿是因为你才截肢的，要去你去，你少胡说八道。医生说妈的腿是老毛病，谁知道是不是当年被老三去医院摔倒的时候留下的病根儿？我不去，他身上全是蛆，谁知道有没有病毒？好啊，我一辈子劳心劳力，却养出3个白眼狼。赡养我的时候，你们推3阻4，现在我死了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收尸。你们不愿意料理妈的后事，我来。小云，闭嘴！关你这个丫头片子什么事儿？对啊，小妹，要是你给妈收尸，传出去，我们这些做儿子的还怎么做人？当初我说你们不养妈，我来养，你们害怕传出去不好听，不让我带妈走，结果却让她活生生冻死。现在妈死了，你们既不想料理妈的后事，又想落个好名声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。就算妈重男轻女不待见我，可她是我妈，我会好好安葬她的。小云，我的女儿，是妈眼盲心瞎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疼你，爱你。我回来了，我真的回到了20年前。大哥，你是长子，你去给妈收尸。凭什么我给妈收尸？妈的腿是因为你才截肢的，要去你去，你少不去，他身上全是蛆，谁知道有没有病毒？存折还在，老头子的赔偿款还在，房产证还在。上辈子我劳心劳力养出一群畜生，我把老头子的赔偿款分给他们还不够，这群喂不饱的瓜分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连哄带骗说接我去城里享福，让我卖了老房子，榨干我身上所有的钱，才暴露本性。妈，你在家吗？趁现在他们还不知道赔偿款下来，我要好好为自己和小云盘算。大清早的鬼叫什么？昨晚又出去鬼混了？我没鬼混，我和朋友谈生意呢。老三向来游手好闲，我上辈子竟然信了他的鬼话，把辛辛苦苦攒的钱给他，结果他拿去吃喝嫖赌。妈，你这些年存了不少钱，还有我爸的赔偿金马上下来了，我要的不多，就200，你拿200给我去做生意。这些小畜生一次一次从我这里骗钱，最后看我没价值了，就把我抛在一边。好啊，那你去把和你谈生意的朋友叫来，我倒要看看你做的什么生意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偏心眼？之前大哥说要创业，你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金镯子送给他了，轮到我你就问东问西的。对了，我的金镯子。安平，你是家里的老大，又有出息，这个金镯子是我的嫁妆，你们小2口先拿去用，等你出人头地，妈就享福了。大哥结婚的时候你就说城里房子先给他们用，现在金镯子又说给他们用。房子在我名下，金镯子我写了欠条，你们放心，妈一碗水端平，将来都会平分给你们的。老三，这下你没话说了吧？妈，这是你唯一的嫁妆，等我赚了钱就赎回来还给你。安平，小娟儿，妈看上一块墓地，想着先买下来，以后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前些年我不是借了你2个金镯子？妈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小娟刚生了2胎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再说了，你活得好好的，买什么墓地？是啊，妈，将来你要是真死了，我们肯定好好安葬你。人心经不起试探，当年我当着老2、老3的面让你摁手印，是不想你们兄弟生出嫌隙，却不是到头来你这个白眼狼忘恩负义。老三，你看好了，这是老大的欠条，金镯子是我借给他的，不是白送给他的。借，说的好听。当年你说城里的房子借给大哥结婚，结果呢，他们赖在里面不走了。这个金镯子你借给他这么多年，他给丈母娘又是买补品又是买首饰，想过还给你吗？哼，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，
这对金镯子，老大要是不还给我，我就是以母告子也要去法院告他。还有，城里的房子在我名下，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赶他们走。你想借钱做生意是吧？好，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和老大一样，也给我写欠条，要是还不上，法庭上见。但是老三，你记住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将来你要是不还给我，我把你们兄弟两个一起送上法庭。不给就不给，还拿上法庭威胁我，一家人至于吗？我都要看看房子和镯子，你要不要得回来？哼，一家人，我生你们养你们托举你们，对你们呕心沥血，结果却落得一个双腿残废、冻死街头的下场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小鱼，就算妈重男轻女不待见我，可她是我妈，我会好好安葬她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没事儿，妈没事儿。小云，你洗个脸，和妈出去一趟。芬姐，你给你3个儿子都买了新衣服，不给女儿带一件？闺女都是替别人家养的，我给她一口饭吃就不错了。妈，你去给哥哥们挑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哼，谁说我要给他们买？今天妈是专门带你来买衣服的。给我买？我看这件也不错，老板娘，刚才试的2件都包起来，再拿1双鞋。哎，好嘞。2位慢走啊！见了鬼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只是2件新衣服，这孩子就这么高兴。上辈子我要是好好对他，他也不会被那个渣男的糖衣炮弹骗走。妈，我和安婷来看你了。好啊，我还没去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就自己送上门了。妈，小娟好心好意来看望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好心好意，你们这对豺狼夫妻，现在看我还有价值的叫我妈，等我没利用价值了就叫我死老太婆。行，看望我是吧？正好，我也有事和你们商量。什么事儿？是不是爸的赔偿款下来了？赔了多少？什么？赔偿款下来了？妈，怪不得你白天不给我钱，原来是等着大家一起分呢。我还当你们有多大能耐，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。听到老娘有钱，一个二个都不装死了。哼，谁说赔偿款下来了？妈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听说你给小鱼买了2套新衣服啊？要不是赔偿款下来，你哪里舍得给她花这个钱？我花自己的钱给我女儿买衣服，还轮不到你来说3道4。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小云迟早要嫁人，小娟是你儿媳妇，可比她亲多了。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呢，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对金镯子我也借给你3年了，现在你做生意赚了钱，没想着把金镯子赎回来还给我，反而拿去买补品，讨好老丈人。妈，什么叫讨好？我既然和小娟结了婚，那她爸妈也是我爸妈，我孝敬一下长辈有什么不对？孝敬？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怎么不见你孝敬孝敬我？妈，我爸带着安平做生意赚钱，他给我爸买点补品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等我和安平的生意做起来，还能亏待你吗？上辈子我就是信了你们的鬼话，为你们呕心沥血，结果陈安平胳膊肘往外拐，给岳父岳母花钱眼睛都不眨，对我却一毛不拔。哼，用不着给我画大饼。你们以后要是发达了，我也不指望你们给我养老，但是你们欠我就必须还。是啊，哥，你结婚3年可1分没往家里拿，城里房子还让你们白住了3年。大哥，现在我和我女朋友也要谈婚论嫁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腾出去？腾出去？腾出去我们住哪儿？当初要不是看在这个房子的份上，我会答应嫁给你们陈家。当初去你家提亲，该给的彩礼我1分没少，当着你爸妈的面也说了，城里房子是借给你们结婚的。当时你怎么不说不嫁？难不成是觉得赖在里面不走，房子就归你们了？这老太婆以前对安平可是有求必应，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人了？总之，金镯子你们要还给我，城里的房子你们也收拾收拾，赶紧搬走。我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，钱都拿去打点人脉了，哪有钱还你？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好日子？你一个当妈的怎么这么自私？我自私？你们3兄弟问问自己的良心，我为了你们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陈天安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不把镯子赎回来还给我，我就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你们2个杵在这里干什么？
去把衣服洗了，猪喂了。洗衣服喂猪？妈，这些活不是一直都是小云在干吗？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听好了，只要你们还住在家里，就要为家里做贡献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干活就没饭吃。赔偿款的事情瞒不了多久，我必须要在他们知道消息前想个办法把钱花出去，不然这3个吸血的蚂蟥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周大婶，你带这么多行李是要出远门啊？什么出远门啊？前些年我在桂花镇给我儿子买了房，现在说是要修什么铁路，赔了一套城里的房子和一大笔钱，我去城里享福去了。过不了多久，桂花镇拆迁修铁路的消息就要下来了，我必须抓紧时间。老头子的赔偿款总共买了4套房，按照这个价格，如果能顺利把城里的房子卖掉，还能再买2套。陈天平，你们夫妻想赖在我的房子里不走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哎，妈，您可回来了。妈，昨天是我不懂事惹你生气，我煲了鸡汤给您补补身子。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妈，你不是一直说腿不舒服吗？我给你按按。别在我面前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妈，我们可都打听到了，爸的赔偿款上个星期就下来了。你们从哪儿打听的？我们去找当年撞死爸的肇事者要钱，人家说前上周就已经全部给你了。妈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什么叫藏着掖着？这笔钱是我的，我说不说，想什么时候说，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是啊，大哥二哥，这是妈的钱，当然妈做主。妈，这钱你留着也是留着，不如拿给我去投资，我保证让你大赚一笔。得了吧，老三，就你这游手好闲的样子，你不把钱败光就算不错了。妈，正好我岳父看中了一个项目，你把钱给我。哼，大哥，你说的倒好听，这些年你给过妈1分钱吗？一个二个算盘打得这么响，真当我是冤大头了。不过现在你们1分都拿不到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拆迁的消息就快下来了，不能让这3个吸血鬼知道我在桂花镇买了房。钱我拿去做生意了。做生意？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是啊，妈，你一个农村妇女，懂什么叫生意吗？我是不懂做生意，但我知道，这钱花在哪儿都比花在你们3个白眼狼身上强。妈，你不想把钱拿出来就算了，编这些鬼话谁信啊？你表姐在银行上班，帮我取钱的就是她，不信你们自己去问。姨妈确实把存折里的钱都取走了，分了好几次拿走呢。妈不会是被人骗了吧？妈一辈子小心心简，不可能把钱随便给人。要我看，她就是怕我们找她要钱，所以把钱藏起来了。奇了怪了，以前妈对我们都是有求必应，巴不得把全部身家都给我们。最近她是受什么刺激了？那可是4万块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妈独吞了。老大，3天期限到了，既然你不想还钱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爸妈马上就要搬过来了，这个家没你的位置。小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，小娟怀了2胎，她爸妈搬过来住也方便照顾她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养。一家人？我生你养你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家人？生我养我是你的责任，我有今天的成就都是靠小娟爸妈。要么你去找老二老三，要么我托关系给你找个包吃包住的工作，你自己选吧。陈安平，你给我开门！妈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先别激动，那包里说不定装的是我爸的赔偿款。你是说妈想悄悄把这笔钱给你？我比老二老三有出息，他还指望我给他养老呢，这钱当然要给我。妈，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过来给你们送点东西。妈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妈，你过来就是给我们送这些破烂儿。哼，谁说这是送你们的？这些是我住在这里要用的东西，这才是给你们的。
欠条？老大，我说了，限你3天内把金镯子还给我。看来你是当耳旁风了。原来你是来要钱的。没错，我今天不仅来要钱，还要搬进来。妈，爸的赔偿款全都在你手里，你还惦记着我们手里的这点，你怎么这么贪心？贪心？我要回属于我的东西就叫贪心了？告诉你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今天你们要么还钱，要么就搬出去，把房子还给我。你们要是不还钱，我就不走了。你妈最近吃错药了，怎么变得这么蛮不讲理？我哪知道他受什么刺激了？现在只能先把钱还给他，不然他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想要钱是吧？给你。跟老娘斗，哼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陈安平，别以为还了钱就万事大吉了。房子我已经委托商行替我出售，过不了多久，那房子就有人去替我收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说要搬去城里和大哥大嫂住吗？我在乡下住惯了，暂时没有去城里的打算。不去城里住，那你干嘛带这么多东西？小云，你听说过一个故事没？如果你觉得一间屋子很暗，想开一扇窗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。但你要说不开窗，就把屋顶砸了，那反对的人就会同意你开窗了。傻丫头，总之你记住，妈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让我们娘俩受委屈了。过来瞧，过来看，进口雪花膏。张俊生，就凭这破玩意儿你就想追我？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张俊生，上辈子把小云打到流产的那个畜生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看什么看？谁再看我就把谁眼睛挖了！呸！臭婊子，你不要有的是人要！大姐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买，给我把最贵的包起来。张俊生，这辈子有我在，你休想祸害我女儿。小云，俊生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听说你们厂里的女孩都用这个，所以专门给你买了一个桂花味的，你闻闻，是不是很香？俊生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上辈子因为我重男轻女，小云极度缺爱，才会被张俊生那个混蛋用一点小恩小惠骗走。一个别人不要的垃圾，你也好意思拿来糟践我闺女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把送不出去的东西转手给小云，你把小云当什么了？拿着你的垃圾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小云，你舍不得他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俊生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平时对我挺好的。你现在还小，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值得托付一生。你是妈唯一的女儿，妈不能让你随便被人骗了去。妈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你拿着。妈，这可是进口雪花膏，可贵了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闺女配得上最好的。喜欢，谢谢妈。傻孩子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好日子在后面呢。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妈到底把钱藏哪儿去了？她要是不想拿出来，我们就算挖地3尺也找不到。二哥，我有个主意，肯定能从妈那儿要到钱。你放心吧，她肯定同意。玲玲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们都等你半天了。等我干什么？妈，小林怀孕了。
医生说已经有2个月了。江林一直看不上我们家，上辈子要不是老二分到房，他都不肯松口结婚。以他的性格，不可能没拿到好处就先把自己搭进去。既然你们想算计老娘，老娘就陪你们玩玩。既然怀孕，就别站着了，坐。小林，我问你，你怀孕的事，你爸妈知道吗？他们还不知道，这种事儿我哪敢告诉他们。既然这样，你先回去把情况和他们说清楚，到时候2家人坐下来慢慢谈。你怀了我们陈家的种，我们也不能亏待你。妈，要是按你说的一套流程走下来，小林的肚子都大的藏不住了，他还怎么见人？那你的意思是流程都省了，现在就办婚礼？不行，医生说头3个月是最不稳定的时候，婚礼上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们后悔都来不及。那你说，你想怎么办？我和小林是打算先去城里租个房子，等把孩子生下来再回来办婚礼，这样既不亏待小林，也不会被街坊邻居说闲话。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，那我也没意见。妈，城里租房可不便宜，小林怀孕了也得吃些有营养的，1年下来要花不少钱，您打算给我们多少？老二啊老二，你但凡有点脑子，也不至于被这个女人拿捏一辈子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们钱？妈，小林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长孙，将来是要继承陈家香火的，你怎么能不出钱呢？我们陈家没皇位，用不着继承。王阿姨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要是不出钱，我明天就去把孩子打了。还想威胁老娘？随便。好啊，你们陈家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把事情闹大，让村里人都知道你们陈家的嘴脸。你要不嫌丢人，想闹多大就闹多大。妈，你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？村里人要是知道我们陈家这么薄情寡义，以后谁家姑娘敢嫁进来？你难道忍心看着爸埋进土里了，还被人戳脊梁骨吗？孩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等你到了下面，别忘了害死你的人是谁。小林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。我爸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抱孙子。你们演够了吗？要是没演够，我这就去敲锣打鼓，把他全村人叫过来，好好瞧瞧。王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真以为我老糊涂了？江林，你拜金虚荣，一直瞧不上我家老二。要不是听说他爸赔偿款的事儿，你会赏脸登我陈家的门？看在我家老头子办丧事，你爸妈也出了一份劳。你用假怀孕来骗钱的事儿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但是如果你以后再敢动歪心思，今天的事儿就能让你们江家没脸在村里待下去。怎么，还不走？等着我留你吃饭？不，王阿姨，我现在就走。怎么样，玲玲姐？我妈给了你多少钱？主意是我出的，你们记得把我那份分给我。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还好意思找我要钱？玲玲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去问你哥。敢算计老娘，你个兔崽子，活腻了！妈，我错了。妈，你别打了，是老三，都是老三出的主意。二哥，是你说玲玲姐嫌弃你没钱要和你分手，我才帮你出主意的，你现在怎么全赖我？放屁！分明是你在外面欠了赌债还不上，才怂恿我骗妈的钱。好啊，你们真是我的好儿子。我怀胎10月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，结果你们变着法的算计我。妈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算计？我们怕你拿着那么一大笔钱不安全，想着帮你保管一下。用不着你们瞎操心，老娘自己管得住。妈，这钱你确定还在你手里？你什么意思？听说前几天你去城里了，你不会是看我们俩没老大能赚钱，所以悄悄把钱拿去补贴老大家了吧？妈，你快去看看，城里的房子被人抢了。大哥，什么叫房子被人抢了？今天下午突然来了一帮5大3粗的汉子，冲进屋里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和安平赶出来了，还说房子从今往后就是他们的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不会是惹上黑社会了吧？妈，房子可是你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去要回来。你现在知道房子是我的了？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房子要回来。这房子要不回来了。是你把房子卖了？没错。妈，没经过我们的同意，你怎么能把房子卖了？我卖自己的房子，还需要经过你们的同意？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居然眼睁睁看着我流落街头！我养你长大，帮你成家，难不成还要我给你擦一辈子屁股？妈，你确定要把事做得这么绝？以后你老了，还得指望着我们给你养老送终？指望你们？妈，这个月轮到你们养了，
赶紧把他接走。老三，算时间，这个月到你服侍妈了。凭什么？上次我多养了他2天，这次你们应该多收留他2天。总之，你们不把多出来的2天服侍了，我是不会接手的。反正这个月不到我服侍，你们爱养不养。我上辈子就是指望你们给我养老，什么都给你们了，结果却被你们随便找了个破房子安置，最后把我活生生冻死。妈，说到底你的后半生可都仰仗我们，你要是还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你没把我当儿子，那也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。老大，你是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？没错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有笔账我们得好好算算。赔偿款是给爸的亲属的，可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的。大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赔偿款不是妈一个人的？没错，我们是爸的亲属，理应有我们的一份。之前我不想闹得太难看，但是这段时间我终于看清了妈的自私，她分明是想霸占爸的赔偿款。妈，这就是你不厚道了。你如果真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们只能去找村委会的来主持公道了。对啊，既然钱是大家的，那就平分了呗。平分？你们说的倒是轻巧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头子的后事是我一手操持的，你们3个谁伸过一把手，谁出过1分钱？你们一个一心扑在岳丈家，一个色迷心窍，整天围着女人打转，还有一个只顾着打牌赌博。你们1没出钱，2没出力，还有脸说平分？那你说你想怎么办？这些是你爸生前的欠款，债主听说你爸死了，都纷纷上门要债，是我用自己的未修金还上的，7七八八加起来总共8000块。这是爸欠的钱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你爸的欠款你们不想还，赔偿金倒是想分一杯羹，真当我老糊涂了。这是料理后事的开销，还有给你们爷爷的赡养款。虽然这些年你爷爷一直跟着大伯住，但你爸为人子，尽一份孝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这些零零碎碎算下来，你爸的赔偿金还剩下24000块。赡养款这么多，妈，你不会是想坑我们吧？是啊，爷爷都7老8十了，哪用得着这么多钱？你们爷爷卧病在床多年，每个月的医药费是多少？老大媳妇不清楚，你们也不清楚吗？还是说你们愿意拿着这笔赡养款，以后每个月都去卫生所结账？想占便宜的人才会觉得便宜都被其他人占了，但是真让他交换又不乐意。24000就是24000，平分下来一人也有6000。我要求现在就分割财产。老大，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24000，5个人分，哪来的6000？5个人分？我、你们3，还有小云，总共5个人。妈，我也有份吗？你是陈家的女儿，当然有份。妈，你没吃错药吧？小云一个女娃，迟早都要嫁人，凭什么要分给她？是啊，不是你说女儿都是给别人家养的吗？这钱分给小云，不是打水漂吗？怎么？难道只有你们姓陈？我告诉你们，小云比你们3个有资格分这个钱。这10多年，每天都是她去工厂给她爸送午饭，你们漫山遍野忙着撒疯的时候，她还在家里给她爸洗衣服捶背。论起孝道和孝心，不该分钱的是你们。妈，你想清楚了，你现在把钱分给小云，以后等她嫁人了，可不会给你养老。那你嫁人了，怎么还变着法从婆家掏钱贴补娘家？怎么，天底下只有你特殊？24000，5个人分，每人4800块。明天我就去银行取钱，到时候想要拿钱走人的自己来立字据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是聪明能干，但也精明算计，也罢，都是命。老大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。妈，我们的母子情分都是你亲手断送的，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这份断亲协议你也签了吧。老大，你想清楚了？没错，既然你现在不帮衬我，以后也别想让我给你养老。好，既然你一意孤行，那我就当前30年倾注在你身上的心血都白费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没有任何瓜葛。那你们呢？老大自愿放弃这个老房子的继承权，也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。你们如果也这么打算，那我成全你们。妈，你生我养我，我肯定不会和你断绝关系的。
现在大家都往城里跑，这破房子送我也不要。不过我还想等结婚的时候从你身上敲一笔呢。就算要断绝关系，也得等我拿到属于我的那份再说。是啊，妈，大哥吃里扒外，我们可和他不一样。现在断绝关系，我住哪儿？再说了，你手里还有这么多钱，我现在可舍不得和你断关系。不断绝关系，那赔偿款呢？妈，不是我信不过你，主要是我最近想和彪子合伙买辆摩托车。好，既然你选了，就不要后悔。妈，我也不是怕你霸占着不给我，只不过你说要把钱拿去做生意，你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生意？所以我的那份也不劳您操心了。小云，到你了。小妹，你就听我们的，去把钱拿来给二哥三哥，我们拿去帮你投资赚钱。对呀，他现在对你好，就是想把你那份独吞。我现在上班了，我的工资够用。妈，这钱你帮我拿着。我上辈子真是眼盲心瞎，这么孝顺的闺女当根草，却把3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当个宝。小云，你放心，等妈赚了钱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既然你们都做了选择，放心吧，妈，我们心里有数。现在我所有的身家都压在桂花镇的拆迁计划上了，总共5套房，我要好好想想怎么用这笔钱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路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你们怨不得我。俊生哥，你来干嘛？小云，上次的事王阿姨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怎么会把别人不要的东西送给你呢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俊生哥对你怎么样？5年前你头绳断了，还是我给你买新的？3年前的冬天，要不是我送你双瘦子，你手肯定长冻疮了。俊生哥，我相信你。还是和以前一样好骗，说点甜言蜜语，随便给点破烂就能忽悠。上次你妈冤枉我，你今晚陪我一起去看电影，就当是给我道歉了。等看完电影，我就把这瓶雪花膏送你。小样，这还拿不下你？俊生哥，电影我就不看了，我妈还等着回家吃饭呢。小云，你再考虑考虑，陪我看个电影，这雪花膏归你了。你想想，到时候你上班掏出雪花膏往手上这么一抹，厂里的女孩指不定多羡慕你。谢谢俊生哥，不过我已经有雪花膏了。进口的？小云，你这才刚上班，怎么就开始乱花钱了？你花钱要是这么大手大脚，以后谁敢娶你？不是的，俊生哥，这雪花膏是我妈给我买的。陈云他妈出了名的重男轻女，怎么舍得给他买这个？难不成是想让小云爱慕虚荣，以后傍大款？这雪花膏贵的和便宜的有啥区别？还不都是用来抹的？现在男人都喜欢朴实无华的女孩，看到你用这么贵的东西，哪个男人敢靠近你？我知道了。小云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不是，就是今天俊生哥去厂里找我了。那个王八羔子还好意思去找你？他是不欺负你了？不是的，妈，俊生哥就是跟我说了会儿话。他和你说什么了？俊生哥看到你给我买的进口雪花膏，说我不该用这么贵的东西，不然都没有人敢接近我。都是我不好，以前总是打压小云，让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的东西。小云，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，别人就会怎么看待你。你自轻自倦，一味讨好付出，别人只会觉得你廉价，随便就能打发了。你要是自珍自重，有自己的原则，别人就不敢看轻你。要是有人因为你的标准而疏远你，那是他们本来就配不上你。妈，你真的没念过书吗？你说的话可比好多大学生有文化多了。这和读没读过书没关系。曾经我也以为自己只要掏心掏肺的对那3个畜生，就能换来同样的对待。
直到死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人只有自己对自己好才是最实在的。下次要是再有人说你不配，你就让他先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对了，小云，你明天和妈去一趟城里。去城里干嘛？就是去逛逛。快吃吧，吃完早点睡，明天早点起。还有2天，拆迁的文件就下来了。先带小云去城里转转，选个喜欢的地方，等赔偿款一下手，就给她买房。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城，城里的房子真气派。上一世我没带小云出来走走，才导致她眼界狭隘，把张俊生那个畜生当个宝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既然喜欢，那我们就去看看。这地段倒是还不错，就是房子老了些。妈，我那点工资就算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城里的房子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，踏踏实实跟着妈去看房就行。长没长眼？没看到有人？大哥，妈，小云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来看房。哼，看房？怎么？听说我买了新房，迫不及待想来沾光？哟，这不是亲家母吗？安平，他来干什么？还能干嘛？看我们买了新房，眼红了呗。亲家母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现在安平已经和你断绝了母子关系，他的房子可和你没半毛钱关系。是啊，妈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房子可是我爸借钱给安平买的，你别想沾光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买了新房。小云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走。妈，你就别装了。看到我离开你之后过得这么好，心里很难够吧？看看这地段，虽然是2手房，但比你之前的破地方值钱多了。安平，你妈一个乡下妇女哪里懂这些？你与其和她说这些，不如让她亲眼上去看看。是啊，安平，有什么话上楼慢慢说。要是让街坊邻居看到他们这副穷酸样，还以为乡下穷亲戚来借钱了。既然你为了看我的新房大老远从乡下过来，那我就大发慈悲让你上去看看。哼，这里我瞧不上。小云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。站住！你专门挑我搬家的日子来找对气，还驳我岳父的面子，现在拍拍屁股想走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是来找你的？陈安平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大哥，你们真的误会了，妈今天带我进城是来给我挑房子的。给你挑房子？小云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妈要在城里给你买房？妈说等做生意挣了钱就给我买房。我没听错吧，亲家母？你还会做生意？你说的生意不会是种菜挑到城里来卖吧？妈，看在曾经母子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老二老三烂泥扶不上墙，你与其把全部身家拿去折腾，不如留着点在手里养老，免得赔的棺材本都不剩。到时候你回过头来求我，我可不会心软的。谁求谁还不一定呢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妈，快看我买的摩托车拉不拉风？二哥，这摩托得不少钱吧？老二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分到的钱恐怕都用完了。你自己觉得好就好。妈这是转性了，要是放在以前，她肯定早就数落我乱花钱了。三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别提了，我和桂花镇的张老五说好，一人出1半的钱承包赌场，本来都要签合同了。他一听说家里房子要拆迁，立刻翻脸不认人，要自己承包。我不同意，他就把我打了一顿。什么？桂花镇这么偏，居然会拆迁？妈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我在桂花镇买房的事儿，要是被这2个兔崽子知道，就麻烦了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我回来的时候就听隔壁王大婶说了。对，前些年王大婶给他儿子在桂花镇买了套房，当时我还嘲笑他们没眼光，选了个鸟不拉屎的地儿，谁知道居然拆迁了。也不知道张老五走的什么狗屎运，靠着拆迁一夜暴富，以后赌场都是他说了算。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？人各有命，怨天尤人有什么用？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的再怎么想都没用。5套房，按照拆迁补偿条款，如果不要房子，就能拿到一大笔安家费。我在老房子住惯了，
就把桂花镇的房都换成安家费，给小云买一套合心意的房子。剩下的钱，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花。这辈子，我只管带着小云过好日子。至于那3个畜生，活成什么样是他们的造化。妈，这里好漂亮。这是新开的楼盘，地段好，采光好，户型正，将来肯定有很大的升值。后面就这套，写我女儿的名字。妈，这房子这么贵，你哪来的钱？妈做生意赚了点钱，你别担心，妈心里有数。妈，我没做梦吧？我居然有自己的房子了！你没做梦，这是妈给你的底气，也是你应得的。妈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上辈子亏欠你的，我一定要加倍弥补回来。小云，买房的事儿谁也别说，房产证你收好，千万别让你哥他们知道。我知道了。老二、老三手里的钱要不了多久就挥霍了，要是让他们知道小云买了房，肯定会打歪主意。小云心软善良，在她看清3个哥哥的真面目之前，我一定要替她把好关。妈，我去上班了。小云，妈问你，你在棉纺厂上班也1年了，和厂里人关系怎么样？还行，厂里的同事对我都很好。这样，你上班的时候想办法打听打听你们厂长的联系方式。妈，你找我们厂长干嘛？这你就别管了，记得帮妈问问。哦。上一世，小云上班的棉纺厂搬迁，我们天河镇被迫下岗的工人无处可去。最后，年轻人为了生聚，不能不背井离乡，天河镇也因此败落成了穷乡贫壤。老头子上学的钱是天河镇村民众筹的，他一直感念天河镇的乡亲。现在我有了能力，也该替他回馈一二。陈老二，赌场的规矩是概不赊账，你没了本钱就别想上桌。吴哥，你就让我再来一局，就1局，我肯定能翻身。没本钱谁会和你玩？要么你老老实实拿着钱来玩，要么你就有多远滚多远。钱，我输了这么多，一定要赢回来。小云上班快1年了，她肯定有钱。这是什么？房产证？妈居然背着我们给小云买房！不行，我得赶紧通知大哥、二哥。妈，这是翁厂长的住址。不过我听厂里人说，最近厂长去外地谈生意了。看来棉纺厂搬迁就是最近的事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去见见这个翁厂长。妈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我说这鱼是红烧好还是清蒸好？红烧，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红烧鱼了。好，那就听你的，红烧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小云，你先去把鱼腌上，妈等会儿给你做红烧鱼。这房产证你们哪来的？妈妈还想问问你呢，这房产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买了房，自然就有房产证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买房怎么不和我们说一声？是啊，妈，你买房不经过我们的同意就算了，为什么要买在小云的名下？第一，买房没花你们的钱，为什么要经过你们的同意？第二，这是小云自己的钱买的，当然要写她的名字。小云自己的钱？妈，这可是浅水湾的房子，小云哪来这么多钱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既然和我断绝了关系，就老老实实在周家待着，跑到我跟前来现什么眼？妈，大哥没资格过问，我和老三总有资格过问吧？小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要不是你掏光家底帮衬，她怎么可能买得起房？当初你们逼着我分钱，我给了你们2条路，一条
是把钱交给我，我帮你们拿去做生意，赚的都归你们。第二条是你们自己把钱拿走，想做什么我不干涉。老大，你的钱拿走去买新房了，我没有过问吧？老二，你的钱拿去买摩托车，我也没有干涉吧？老三，你拿着钱在赌场不分白天半夜的打牌，我也没有去阻止你吧？你们花钱的时候春风得意，现在看你妹妹买了房，心里就不是滋味了。我们在说买房的事，你扯这些干什么？我说的就是买房的事儿。分钱的时候，只有小云自愿上交给我，我拿她的钱去做生意，赚了钱当然要分给她。妈，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？你要是有本事把4800在短短几个月内翻10倍，我们陈家早就是百万富翁了。信不信由你们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今天你们就算是闹翻天，这房子也没你们的份儿。妈，就算是你拿小云的钱去做生意赚了，你也不能给她买房。没错，说到底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，你花我们的钱给小云那个丫头片子买房，我们不同意。我的钱什么时候成你们的钱了？你一共就我们3个儿子，大哥和你断绝了关系，等你死了，你的遗产就是我和老三的。原来你们就盼着我早死，好瓜分我的财产。妈，二哥说的话虽然难听，但本来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现在把钱都给小云花了，难不成你还指望着她给你养老？老大，你算是赘给周家的。老二，你自打成年了没干过一份正经工作。老三，你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些年你们一分没往家里拿，整天就想着怎么从我兜里掏钱。小云自打进了厂，无论刮风大雨都去上班，发了工资还上交给我。我倒觉得小云比你们3有良心，更有能力给我养老。妈，你怎么能拿我们跟小云比呢？没错，都说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小云一个女娃，她迟早都是要嫁人的。等她嫁了人，就去孝敬别人的爸妈了。别说工资了，就是彩礼也应该拿来贴补我们。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们就休想把主意打到小云头上。老三，妈现在是铁了心要把房子给小云，硬要肯定是要不上了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也不知道小云给妈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以前妈巴不得把她拿去卖钱，现在居然要给她买房。就凭妈的见识，鬼才信买房的钱是妈做生意赚的。她就是看我买了房，心里不是心开，所以掏光家底也要买一套好房子，指不定还借了不少外债。我管他是不是借的，现在重点是房子在小云名下，我们得想办法抢过来。现在想让妈回心转意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想啊，妈之所以把全部身家都放在小云身上，是看小云孝敬她，又是帮忙做家务，又是上交工资的，妈当然偏心她了。以前我怎么没看出小云这么心机？为了和我们争家产，居然装了这么多年。不过我看妈也不是真心想给小云买房子，小云迟早要嫁人，给她买房明显就是亏本的买卖。我看妈就是想借机敲打我们，想看看我们的态度。你是说我们也学小云做做样子？自古以来儿子都是根儿，妈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只要哄她开心了，房子迟早是我们的。哼，没骨气。大哥，你要是有骨气，怎么一听妈买了房就跑回来？你还瞧不起我们？你不去讨好妈，还不是因为讨好了也没用？毕竟你们早就断绝关系了。谁稀罕？你们想当孙子就自己去当。妈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妈，脏衣服我都洗了，地也扫了，以后家里的活我和二哥都包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妈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这些年辛苦了，现在你也上了年纪，该享福了。你们既然在这个家一天，做这些事儿就是应该的，别想在我这儿邀功。对，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。二哥，我俩都忙前忙后半个月了，也不见妈给我们一个好脸色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小云也能干，根本不能体现我们是家里顶梁柱的事实。可是除了这些，我们还能干啥？有了，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，我们必须要让妈知道，遇到大事还是得靠我们。可是家里能有什么大事？什么意思？二哥，还是你有办法，就这么干。你是说你想承包棉纺厂？没错。你是天河村过来的，
你知道承包一个工厂要多少资金吗？你只管开价，给不给得起是我的事。既然你是诚心想要，那我就给你透个底。这是棉纺厂的运作成本和每年的利润，上面的价格不过分。5成。5成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怎么知道工厂要搬迁？二哥，我们的计划到底啥时候才能开始？我都好久没去打牌了，手痒得很。你以为我不想？妈整天早出晚归的，我这不是没找到机会吗？妈，你回来了。我当这2个小崽子多有能耐，才装了几天就装不下去了。妈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锄地。你们俩要是想吃饭，就和我一起下地，不干活就没饭吃。机会来了。妈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是豆苗还是草？还是读过书的，连草和庄稼都分不清，这不就是野草吗？妈，还是你懂得多。妈，小心！妈，小心！妈，你醒醒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谢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初次手术还算顺利，不过患者目前没有自主意识，等情况稳定还要做一次开颅手术，费用大概需要3万块。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现在先和我去办理住院手续。好，我和你去。怎么会这样？二哥，不是说好只是砸到腿疼个10天半个月，然后我们在医院照顾妈，妈就知道我们孝顺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妈会突然站起来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医药费？小袁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手术有很大的风险，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。植物人？二哥、三哥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只要有一线生机都不能放弃妈。我们还是抓紧筹钱吧。二哥、三哥，这些年妈含辛茹苦拉扯我们长大，难道你们忍眼眼睁看着妈死吗？我也想救妈，可是我的钱都买摩托车了，剩了一点也给江玲花了。小云，不是我不想出钱，你就是把我卖了，我也没钱。你名下不是有套房吗？你把房卖了，妈的手术费就有着落了。对，把房卖了就有手术费了。二哥、三哥，那你们在医院照看妈，我去卖房。快去吧，我们一定照顾好妈。谢医生，我筹到医药费了。你先去缴费，我这里安排手术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情况很不乐观，只能住院治疗。如果患者一直醒不过来，后续花销很大。你们考虑一下，要不要放弃治疗？这都大半个月了，病房住1天要这么多钱，妈一直不醒，不就得一直交下去？没错，这医院就跟个无底洞似的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小云，不是我们不想救妈，你看妈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醒过来的迹象？现在你手里就剩几千块钱，够妈住多久？这钱花完了，妈还不是得走？钱花完了可以继续挣，只要还有希望，就不能放弃妈。二哥，实在不行，你把那辆摩托车卖了，能多交一阵子住院费。你想让我把摩托车卖了给妈治病？难道在你心里，妈的命还没你的摩托车重要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？你自要当冤大头，可别拉上我们。没错，与其这么耗着，不如让妈痛痛快快的走，剩的这些钱我们3平分，谁也不占谁便宜。你们不想管妈，我不阻拦，但只要有我在，我是不会同意放弃治疗的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妈，你别怕，我可以挣钱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
妈，根据最新检查，患者恢复能力逐渐变强，只需要注意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。闺女，别哭，妈没事儿。既然你们都做出了选择，那也很好。从今往后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们走你们的独木桥。妈，村口那块地你种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突然塌了？前几天一直下雨，可能土松了，也许是天灾，也许是人祸，但都不重要了。你只要知道，从今往后我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就够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那么绝情，我也不打算认他们。经此一事，小云也算是看清了三个哥哥的真面目，以后我就能放心把家业交给他了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，医生都和我说了，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不委屈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只不过城里房子被我低价卖了，亏了好多钱。傻丫头，房子卖了，妈再给你买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厂长换人了。听说新厂长姓王。妈，你不会就是那个王厂长吧？等厂里开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秋燕，你这雪花糕什么味道的？真好闻。这是桂花味的，村口张俊生送我的。看来妈说的是真的。所有人现在立刻到会堂集合。自从翁厂长宣布工厂转让，大家都好奇新厂长是谁。今天就是揭开谜底的时候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黄厂长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丽芬，是天河镇的村民。让我在工厂搬迁之际有能力接手，让我有机会为天河镇的发展尽一份力。在工厂上班，不仅是在养家糊口，更是在为天河镇和周边乡镇的发展做贡献。我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等工厂赚了钱，继续扩大规模，吸引年轻人加入，再给下岗工人提供岗位。我相信天河镇会越来越好。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臭瘪三儿，居然敢骚扰我的女人！大哥，我真没撒谎，她真是我女朋友。王老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可能看上这种人？你这个贱人！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你身上了，连摩托车都卖了给你买奢侈品，你居然脸不认人，还给我戴绿帽子！老三之前在我这儿借了50块去赌，我得去找他要回来。五哥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是怕还不上钱才出老千的。你欠了钱还不上，就想走歪门邪道。要是大家都和你一样，我这赌场还开不开了？既然到了我的场子，就得守我的规矩，出老千就得剁手。五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三的声音。老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当初要是听妈的话，我们也不至于流落街头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妈肯定不会原谅我们的。与其琢磨这个，不如想办法弄点吃的。我都3天没吃饭了。卖包子嘞，新鲜出炉的肉包子。老板，能赊账吗？我有钱就还你。买个包子还赊账？去，滚一边去！哎，光天化日居然敢偷东西！大家快来看，这里有2个小偷！这不是陈家的老2、老3吗？大娘，你认识我，太好了，你买几个包子给我吃行不行？你妈都当上大厂长了，你们怎么在街上要饭呢？厂长，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个月分红就这么点儿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要不是我，你连这点也赚不到。安平，我爸不是不想给你，他这不是要和棉纺厂的新厂长谈合作吗？打点关系需要不少钱，等合作谈成了，你要什么没有？小娟说的没错，我能占你便宜吗？当初你要买房子，我可出了不少钱。说的好听，房产证上写的可是你的名。安平，这就是你不懂事儿了。我爸这么安排，还不是怕你对我不好？你要是对我好，好好孝敬他，什么都是你的。原来你们周家是把我当免费的力工了。想赚钱就把头低下做人。王厂长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是不想赚钱，现在就立刻走。
周先生，王厂长到了。妈，哼，原来是你们找我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们找的是棉纺厂的新厂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服务员，快把无关人员清理出去，别让他碍着王厂长的眼。他就是王丽芬，王厂长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棉纺厂的厂长？是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王厂长和我们餐厅合作，让我们给棉纺厂工人提供午餐，不可能搞错。小张，下次有人想谈合作，先验资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怎么样？我们送去的礼品全部都被我妈退回来了。谁知道新厂长居然是他？她一个农村妇女，怎么有能力承包工厂？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之前我们得罪过他，他肯定不会和我合作的。要是没有资金，我手里的项目根本启动不了。都怪你，非要和你妈断绝关系。怪我？当初你们说我妈以后就是累赘，只要我和她断绝关系，你们就把我当真正的一家人。结果呢，我钱也出了，力也出了，对你们周家仁至义尽，最后却什么好也没落到。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？你要是有本事，至于出钱出力讨好我吧？都别吵了，事已至此，吵有什么用？安平，既然你妈油盐不进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说到底，难对付的是你妈。现在你们三兄弟都和她断绝了关系，她死了，财产就都是你妹妹的。一个小丫头片子可比她好对付多了。爸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你们是想让我害死我妈？安平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对大家都好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只要你能把这事做成，等我拿下棉纺厂，让你当副厂长。我不同意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妈，我怎么能害她？陈安平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和你离婚。离就离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一家子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跑到你们周家来当一条被随意使唤的狗。小云，怎么你妈承包了棉纺厂，你飞黄腾达就不愿意理我了？俊生哥，我不想理你，和我落魄还是飞黄腾达都没关系。小云，你别听厂里人胡说，那雪花膏是李秋燕死皮赖脸管我要的，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的喜欢太廉价了，我看不上。你要是再缠着我，我就报警了。大哥二哥，妈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今天我来不是为了让妈原谅我的，只是想给妈道歉。没错，原不原谅是妈的事儿，但我们得为曾经犯下的错道歉。难不成是村民又给我们送东西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我们错了。妈，都说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以前是我利欲熏心，可是我千不该万不该，胳膊肘往外拐，跟着外人一起瞧不起你，欺负你。我已经和周小媛离婚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我不该到了自力更生的年纪，还理所当然的向你索取，更不该为了达到目的，故意让你受伤，还在你最危难的时候，为了逃避责任和你断绝关系。看来我的猜测都是真的。妈，我真的只是想让你受点小伤，然后去医院孝顺你，让你回心转意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你说出来了也很好，至少说明你开始学会承担责任，但是持心不纯，持身不正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你说打牌赌钱没有好下场，我不信。现在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才明白你当初的良苦用心。我们自知罪孽深重，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让你原谅我们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错了。妈，妈，三个哥哥曾经对你的伤害是真的，现在对你忏悔也是真的。小云，既然他们有心悔过，就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在厂里给他们提供最普通的岗位，让他们自给自足。那你原谅他们了吗？原谅。也许曾经的王丽芬会为他们的痛哭流涕动容，但是现在的王丽芬没有义务，也没有立场原谅他们。妈，三个哥哥在厂里踏踏实上班半年了，看来是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们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也很好。上次他们见了我，还说想来看看你。再说吧。
妈，下雪了。是啊，冬天来了，下雪了。但我觉得今年的冬天一点都不冷。两世为人，3个儿子让我看清了人性的丑恶与凉薄。但小云的存在让我明白，世间也存在真心换真心的柔情。重活一世，我领悟最深刻的道理是：打铁还需自身硬。只有将命运牢牢握在自己的手心，人生才不会失控。